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换衣服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次，因为它确实效果不错，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效果最好的一个吧，之一。那么这个工具本身呢有它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它只支持这个上面衣服的替换，对裤子啦这些可能不支持。再有就是它对配置的要求太高了，咱们可能得16G 显存往上，基本上才能跑得起来。那么之下的显存的话可能跑不动，这个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够呛，好多人可能没法用。现在有人做了一些优化啊，我也是在网上发现的，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工具还是一个包，但是它包体比较大，34.8G，所以这个工具呢我会传到网盘里面。不过这个咱们海外的网盘大家也知道，因为海外网盘的体积比较小，想开个会员也开不了啊，因为这个付费太麻烦。所以说这个工具呢可能不会保留太长时间，这个大家要下载的话抓紧时间下载啊，之后可能放1个星期2个星期最多，然后我就把这个工具删掉了，因为实在是体积太大了。把它解压缩之后呢，就是这么一个文件夹。进来之后呢，还是找到这个下面有个启动文件，这个地方双击启动。因为这个是它做过优化了，所以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优化之后的结果怎么样。这个先恢复默认，选一张图片，它自带的一些图片，我们还是用这个。然后这个衣服图片我们还是这个红色的，因为这个我们上期给大家做的时候就这2张图片，看下具体的效果。这边模型选择，然后我们先来换这个上半身的衣服。它这个有2个不同的数据集，使用哪一个都可以。然后这个就不用改，它这边做的优化就是这个低显存占用模式。这个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这个优化之后的效果怎么样。点换装，看一下这个对资源的占用。这是它的资源的占用，内存这边是9.4个G 吧，就刚开始的时候9.4个G，大家记住这个数字。然后显存这边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占用，现在就1.1，这个非常的低。CPU 这边也是啊，低显存占用模式，我之前大概看了一下，它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把一部分应该在这个 GPU 上使用的这种功能，它把它转移到了内存里面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让内存分担了一部分显存要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显存的占用率呢会低一些。当然这个相应的来说呢，它对内存的占用呢就会高，所以这个大家待会儿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数值的变化。因为今天呢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前后的一个对比，因为这个工具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使用难度啊，基本上就是点一下就可以。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大家就来看一下这个数值的变化。那么你根据我这边数值的变化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对内存啊还有显存的一个相对占用到底是多少，然后你评估一下你自己的机器到底能不能运行得起来。本身这个软件的体积确实比较大，30多个G，如果你下完之后不能使用是吧，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体验。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一部分内容不太感兴趣的，那么你可以直接拉到最后啊，直接看结果也可以。这边内存的占用呢已经来到了18.9G，咱们一开始是8点多个G 对吧，现在已经差不多用了10个G 了，它还在往上涨。大家看到这边显存的占用呢还是比较低，因为它现在还处于这种把这个模型还有数据啊全部加在了内存当中，然后进行相关的计算加载，还处于这个过程，所以说还没有用到这个显存这边。那么之前也有好多人问说是为什么我这边在运行的时候我发现显存没有占用，但是 CPU 占用很高，就是因为它有的这种项目呢，它把这种数据的计算啊，它放到了这个 CPU 上面，所以说 CPU 占用率比较高。那么看到这个内存啊，已经达到了23.1G。如果说大家内存比较小的话，可能你这个项目也跑不起来。不过它这个低显存占用模式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把一部分内容转移到了内存里面。那么这样的话，显存是够用啊。如果内存不够用的话，这个你可以加一个内存条，咱们内存是很便宜的，对吧？那么这个显存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随意改动的，因为你需要换显卡，所以这部分改动其实是非常的合理的。我这个32G几乎快满了，所以这个大家自己衡量一下，自己评估一下你的机器到底行不行。它开始处理我们图片了。所以这个处理图片这个工作呢，它是全部放在显存里面运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显存呢只有8个G，
那么明显的比咱们上一个版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要小很多，将近小了一半，所以这个大家有8G 显存应该就可以跑了，所以确实不错。这边就画完了，我们看一下结果。那么它这边这个结果呢，有一个打开输出目录，点一下，这边就是这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换装效果确实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完美。当然说它这个工具因为它自己做了封装，自己做了个界面，当然有好处就是大家使用起来更简单了。不过这个相应的有问题，它不能对这个上面的遮罩进行随意的涂改，它不如那个最原版的工具啊，我们是可以修改这个遮罩范围的，这是它的一个缺陷。当然这个问题不大啊，比起来我们这个能跑得起来，这点小小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忽略的。这边还有一些别的啊，我们分别来做个演示吧。这个下半身，我们选一个人物，还是这个人物图片，我们来选一个这个下半身。哎呀，没有裤子是吧？换个图片吧。那我们来选一下这个图片，这个人物的话，就还是这个吧。衣服图片，我们选一个裤子，我们用这个裤子，然后来开始换装，看一下最后的结果。这边跑完了，我们看一下结果啊，在这里。那么这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裤子的换装效果其实非常的不错的，大家看非常好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裙子的，然后我们再来选一个裙子的图片，这有个裙子，人物我们也画一个人物，用这个。好，我们来给它换个裙子，点开始，这边还是稍等一下。这边跑完了，看一下最后这个裙子的效果怎么样。打开输出目录，这个裙子稍微有点卡，它这个虽然说这个优化过了，但是大家看我的机器啊，如果你就是跑完之后打开之后还是稍微有一点卡。它这个项目确实是效果确实好，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比较费资源。裙子效果没有问题啊，非常的棒。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确实是值得大家下载的。这个它经过优化之后呢，以这个低显存模式，咱们8G 显存就能跑。当然，这个对内存的要求呢，相对可能又要多一些。如果没有16G 内存的话，那么你要赶紧再买一根内存条，加一根内存条，加到32G。那么这个不只是这个项目，咱们其他项目其实对内存的占用也是越来越高的。不管什么样的大模型，其实都是数据嘛，它训练的数据越多，那么效果越好，那么最终呢，这个对资源的占用就越高。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成正比的，所以大家未来呢想体验到更多这种比较好一些的项目，好一些的效果，那么这个一个是内存，一个是显存啊，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大家有这个实力的，那么确实可以升级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大家拜拜。